豆豆果然嫁了个一品状元郎。到底长成什么样子？哎呀，伯奇少爷累了吧？来擦擦。哎，新郎官，别走啊，这还没替花轿呢。怎么那么多事？新郎替花轿，恩爱夫妻渡鹊桥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早知道这么累，我就不帮这个忙了。就是太阳那么大，累坏了吧？我得先去睡个回笼觉，你帮我看着点，别让他们再来打扰我了。去睡吧，睡吧。待会儿我让他们去给你送点吃的。啊！哎呀，来快点快点！新娘过门庭，望子望孙喜盈盈。新娘子到了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。走走走，新娘子到了，新娘子到了。来，走这边啊。新娘子到了，小心台阶啊，注意脚下啊。来来来，这么安静啊！新娘子到，新娘子进门喽！来，小心一点啊！新娘，哎，这儿用不到你了，谢谢啊。小翠啊，带新娘到偏厅吃个喜酒。是嬷嬷。来，您看我这边请。少奶奶，走吧。这边。走，拿着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这是哪里的规矩？新郎官居然穿着虎头娃娃鞋来拜堂成亲。送入新房。新娘貌美如天仙，天命注定是好姻缘。大少奶奶，你大喜安好，先在新房歇息会儿吧。老身先出去忙了。我是一品夫人，我是一品夫人。
定是喝醉了，不然怎么会连水杯都拿不稳呢？请问你有抹布吗？啊？哎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姐姐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都14年了。为了照顾伯南，这14年来我都不曾睡过好觉。如今终于盼到伯南成亲了，我心里的石头总算可以放下来了。你呢？是否也和我一样不再介意以前发生的事，我的好姐姐？别跑！我拉你上来！快点把我拉上去！快点，快点！这是伯南的喜酒，你也喝一杯吧。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一切可以从头再来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。啊，老爷，你也跟我一样开心的睡不着觉。是啊，我现在的心情啊，真是既开心又忐忑呀。香萍啊，你说咱们这么做，会不会有负于唐家妇女啊？老爷，不管怎么样，她已经是沈家的人了，只要我们今后对她宽容些，相信亲家公能体谅的。唉，但愿如此吧。现在很晚了。很晚了。你该回家了。这就是我家呀。这怎么会是你家？这是伯南的家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找不到自己的家了？伯南小时候也有一次，伯南想出去玩，想去抓蝴蝶，然后我就上山啊。上山之后我就找不到蝴蝶，然后我就跑啊跑啊跑啊，看到蝴蝶了，然后我就扑上去抓蝴蝶，然后我就掉到……你别然后的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伯南不说然后，不说然后啊。这样，我告诉我娘可聪明了，然后她就会带……不能说然后，不能说然后。之后，她就会送你回去，她人可好了。站住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娘说做人要有礼貌。姐姐你好，我叫沈伯南。我是姐姐。你说你是那个江南神童沈伯南？江南神童，可以吃吗？
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是吧？你一定是在跟我演戏是不是？演戏？姐姐，伯南可喜欢看戏了。伯南最喜欢看那个武松打虎。姐姐，我们一起演吧。伯南演武松，姐姐你演老虎。1、2、3，姐姐，你应该躺在下面被我打。来，躺下，躺下，没事的。喂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姐姐，你不喜欢演老虎啊？那没事。伯南演老虎，伯南老虎演的可好了。哇！姐姐，你演武松，你到时候就这样就行了。来，我起来！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干什么的？我是沈伯南，这里是我家啊。沈伯南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的！你不可能是沈伯南的，你绝对不会是沈伯南，一定是我听错了。你不是沈伯南，不可能是沈伯南，不可能的。姐姐，我真的是沈伯南。没错，刚才跟我拜堂成亲的人就是他。喂，你醒醒！喂，你醒醒！他该不会是死了吧？喂，你醒醒！你不可以死的！你醒醒！喂，你醒醒啊！醒醒！你快醒！喂，你是谁啊？干嘛跑到我挖的洞里来？神仙姐姐。神仙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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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仙你个头啊！谁是你的神仙姐姐啊？既然你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嘿嘿。喂，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不让我出去啊？我是谁？很快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。没有你之前，我就是我们爷最好的朋友了。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玩耍，就是因为你。你来了，哼！以前我们家的爷就是我的天，我的地，我生命的全部。什么天啊地啊的，听得我头都晕了。喂，你到底放不放我走？不放！不放是吧？小心我跟你来狠的！哎呦喂，跟我来狠的，往这儿打！你真打呀？哼，还不是那个郭嬷嬷，嬷嬷说什么天亮之前就不允许你走出这个房间，要不然让人家去扫茅厕的。人家那么怕脏，恶心死了，才不要去呢。大大，伯南去帮你扫茅厕。爷，对人家最好了。喂，你给我放手啊！你们两个你侬我侬的话到里面去了，干嘛拽着我啊？你不要了，人家还是好看大闺女呢。神仙姐姐，滚开！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摔哪儿了？痛不痛啊？快让我看看，爷会起来。站住！你让开，放开我出去！你让我出去！你就打死我算了吧。爷说他不介意姐弟恋的，可他还是娶了比我年轻、比我瘦的你。你打死我算了吧。我不敢啊！哎呀，好像是大少爷房间传出的声音啊！
会不会是伯南出事了？赶紧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千万不能去呀！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这个做婆婆的去了，反而会坏事。况且有大的守在那儿，大少奶奶绝对逃不了的。你们两个还是回屋里歇息吧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个不能撒，这个是夫人最喜欢的东西了。你惨了！你惨了！你把夫人最喜欢的瓶子砸了，我要告诉夫人去。大大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告诉娘，娘她会生气的。就是要让夫人生气啊！夫人只有生气了，才能把这个野丫头赶走。哎，你快去，你快去，快让夫人把我赶出去！你快去啊！好嘞！你不能去！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赶快躲起来！你干嘛？放开我！神仙姐姐，想干嘛？神仙姐姐，嘘，嘘，不要吵，我娘来了，她就把你抓走了。我娘其实很可怕的。嘘。爷，我要给你盖一床被子。嘘，往里点。累死我了。哎，你说大少爷懂不懂怎么生孩子？嗨，你操什么心呐？只要大少奶奶懂就行了。这个沈家都是骗子，想让我帮他们家那个傻子生小孩，我呸！做梦去吧！哎呀，谁呀？不做买卖别敲了。还是去瞧瞧吧，跟人家好好解释一下，别恶言相向。毕竟来者是客。要我去开呀？哎呀，怎么不是你去开了？哎呀，谁呀？别敲了，门都让你给敲碎了。哎呀！豆豆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爹！豆豆，别不开心了，把这个喝了。吃不下。都怪你爹，啊，没有把人认清楚。什么同窗、同乡，其实通通都是骗子，就是把你骗过去，跟他那个白痴儿子传宗接代。那也不能全怪我爹呀，当初你也不是一直怂恿我要嫁的吗？那你不能怪我呀。我怎么不怪你呀？你得怪你爹，是他跟我说的嘛，说那沈伯南是什么江南第一神童嘛，结果呢，连药桶都不如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娘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太过分了，豆豆居然敢骗我们，他们活得不耐烦了。他怎么回来了？走，找他们算账去。不去，我再也不要见到那家人的嘴脸了。别怕，有我。走。娘。相公，爹，相公，爹，相公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别吓我呀！爹，相公，你快起来呀！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云主给二位请安了。大少爷、
大少奶奶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。闭嘴！大大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还不起来？怎么了？呀，人家什么都不知道，人家什么都不知道呀！伯南，伯南，娘早，郭嬷嬷早，云珠早。新娘子呢？神仙姐姐。这神仙姐姐昨天晚上还在的。我爹他怎么样啊？要不要紧啊？别吵！于神医，你一定要把他治好。相公，你不要死，没有你我活不了。出去，滚出去，滚！豆豆，快带大娘先出去吧，别妨碍我二叔用针。哦，娘，咱们走吧。走吧。相公，走。娘，别转了，先坐一会儿吧。坐。大娘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豆豆怎么会突然回家的？唐夫子又怎么会突然病倒的呀？哎呀，你就先别问了。这……行了行了，总算保住唐夫子的命了。对了，于神医，你一定要救我家相公啊！我以金针走其穴，暂时保住了唐夫子的命。可是要彻底治好他的心病，你们需要赶快去备齐几味珍贵的药材啊！需要长白山天子1号老山参，还有外兴安岭产的麝香膏作为药引子啊。豆豆，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取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以为是青菜萝卜？不要成本的，一抓一大把。于神医，干嘛？这件事情就有劳您费心了。那些药材的钱啊，我以后一定会还给您的。可惜啊，这2味药它只是药引子，它治不了你爹的心急啊。那还需要什么药材啊？还需要最珍贵的唐古拉山梅花鹿鹿茸。这个唐什么山的，我家相公姓唐的，那肯定在他老家可以找到的。我去老家走一趟，去找找看。你有病啊！唐古拉山在西藏高原呢，你去哪儿？此药需要在初雪融化之际，取其鹿茸顶尖1寸没有钙化的部位，和20年的陈高粱泡在一起，方能显示它的奇效来。可惜呀，现在已经断货了。别说我的回春堂没有，就算你翻遍整个京城，它都没有货。沈家庄有。亲家奶奶、大少奶奶，你看于神医都说了，亲家老爷一时半会儿起不来。我看这样吧，大少奶奶，你跟我们小姐先回去，我在这里照顾亲家老爷。不必了，我爹的事情自有我唐豆豆负责。是你们沈家欺人太甚，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呦，大少奶奶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沈家庄上上下下都尊你为大少奶奶，谁敢欺负您呢？再说您拜堂成亲还不足12个时辰就回娘家，这太不吉利了。怪不得亲家老爷会气晕过去了。你怎么说话的你？要是我爹被气的，那也是被你们沈家给气的。哎呀，你这话怎么说的呢？哎，
你记不记得，金家老爷这条命也是我们沈家救的，我们怎么会故意气他呢？大少奶奶，哎，你呀，别犯小孩子气了啊！你乖乖的先回沈家等着，你爹这边有什么事，我会立刻通知你的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沈夫人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就请回吧。我和我娘现在没有心情会客。哎呀，唐豆豆，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竟然把自己的婆婆当客人！你爹没有教过你啊？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谁没规矩啊？啊？你们沈家才没规矩呢！骗婚啊！不跟你们说了，给我滚！滚！走！你走啊！走啊！好了，我承认我们隐瞒了伯南有病的事实，但当年他确实是个神童，我们也不算是欺骗。你跟我说当年，你当年16岁嫩嫩脆脆的，你看你现在，你这不是狡辩吗你？既然这样，亲家母希望我们怎么做？退婚，没有第二条路了。退婚？行啊，不过这门亲事是唐夫子亲口答应的，如果要退婚，总要等唐夫子醒来问问他的意见再做定夺。不用了，我家相公最疼豆豆，比我还疼。要是知道你们骗婚的话，肯定跟你们拼了。就是。唐家嫂子，你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最重要的是名节。女人要是嫁出去以后被夫家休掉，那就毁了她一生了。唐家嫂子，你就不怕豆豆以后出去会被人戳脊梁骨，被人笑话吗？如果我要是连这点胆量都没有的话，那我就不配叫唐豆豆。还有，现在不是你们休了豆豆，是我们豆豆休了你们。哎，既然亲家母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退就退吧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撕破了脸皮，我也不客气了，你就把沈家贴亲时送给你的所有的礼品全部退还。哦，还有，请你把这200两银子的借据也一起退还，省得我来来回回的麻烦。你放心，我欠你的银子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。等我爹病好了，我会把这家豆腐店给卖掉。就算我背上爹娘上街乞讨，我也绝对不会欠你们沈家1分钱的。不愧是唐夫子的闺女，性情刚烈，做事果断。做不成我沈家的媳妇，我真的很遗憾。遗憾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等我以后挑着扁担穿街走巷卖豆腐的时候，我还会帮你们沈家庄做免费的宣扬。我会告诉所有人，让大家都知道你们万宝斋和沈家庄多么的无耻、下流和龌龊。臭丫头，你敢？我就敢！我唐豆豆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撕烂你这张嘴！郭嬷嬷，不许无礼！哎，哼！我们走。哼！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给忘了呢。唐家嫂子，你马上把我们家小姐给你的宝石戒指给摘下来，这可是我们沈家传家之宝啊！什么宝石戒指啊？娘，娘，你真的拿人家宝石戒指了？你快摘下来！你快摘下来呀！戒指呢？戒指在哪儿呢？我刚才洗手的时候把它给摘下来。哎呀，怎么可以摘下来呢？这可是价值连城啊！你卖到10家豆腐店都赔不起呀！我去找，我去找。哎呀！娘，戒指呢？娘，你把戒指拿出来！你站住，娘！戒指呢？我在找啊，是放在这儿？哎，好像放在这儿了。哎，好像是这儿。哎，在哪儿？你不会是把它输掉了吧？我进过豆厂，我忍不住进去，然后就输掉了。娘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知不知道差点害死我呀？如果没有了宝石戒指，我有什么资格去跟沈家的人谈判呢？娘，我下半辈子跟傻瓜一起过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
豆豆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，我以后不赌了，我不赌了，我发誓，我不赌了，我一定不会再赌了，我发誓我不赌了。你每次都发誓说不赌了，可是后来呢，又偷偷的跑去赌，我每次都给你填窟窿，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你这个沈家有什么两样吗？我对不起你啊，女儿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对不起啊，女儿。没有了宝石戒指，你说沈家人能善罢甘休放我回家来吗？我爹要是知道我嫁给了一个傻子，你说他该怎么办啊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娘？你配当我娘吗？不配，我不配。娘，不要过来！娘，你别不要过来！娘错了，娘对不起你，我没有脸见你爹。你让我死了算了。别娘，你干什么呀？娘不想这样死，娘舍不得你们啊。豆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原谅娘好吗？你别生气了。好了，我原谅你了，你别这样了。你说的对，要是让你爹知道了这件事，那肯定把他气死了。没有你爹，我还能活吗？我活也不活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爹知道这件事情的。唐家嫂子，我家夫人可要回去了，那枚宝石戒指赶快还回来。沈夫人，我想跟你谈一笔生意，你说，拿我来抵押这颗宝石戒指，你看怎么样？豆豆，只要你肯跟我回去，戒指的事我当没发生过，以后也不会再提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一颗破石头待在你们家一辈子。你，1年，只有1年时间。不行，1年怎么够啊？至少1年为限。小姐，嬷嬷，我也有个条件。你说，1年之内，你要尽到一个做妻子的义务，细心照顾伯南的生活起居。算了吧，算了。娘，你放心。行，1言为定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离开这里。小姐，你干嘛答应他？你没瞧见那丫头一肚子坏水。郭嬷嬷，你难道还不了解伯南的脾气？他连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，又怎么会把豆豆赶走呢？爷，爷，就是你说昨天晚上咱们2个人怎么会睡在一张床上？以前我听卖胭脂的花大娘说过，男的跟女的如果睡在一起的话，就会生出小宝宝。来了，这么快呢？我怎么没感觉呢？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回来了，娘真厉害，把神仙姐姐找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少爷，少爷，没事吧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伯南？去给伯南认个错。娘，你不要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在跟我玩，你不要骂她。好，我不骂他，不骂他啊！哎，伯南，你爹回来了没有？爹跟伯奇在大厅里。大大，伺候大少奶奶去换衣服，然后去给老爷请安。我不去。大大，姐姐，我去。
大少奶奶，请。伯南给爹娘请安，爹好，娘好。好，乖了伯南乖啊。豆豆给，请安。大少奶奶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清楚，再说一遍。豆豆给沈庄主、沈夫人请安。豆豆姑娘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忘了你刚才在亲家老爷面前你是怎么答应的？啊，我把亲家老爷请来，看看你是怎么称呼公公婆婆的。神仙姐姐，伯南和你一起给爹娘请安，爹娘好。豆豆给爹娘请安。好，乖。伯奇、素兰，快见过你们大嫂。昨天骑在马上的那个人是你呀！大嫂好也，能为大哥大嫂尽绵薄之力，伯奇与有荣焉。掀你个头啊！素兰见过嫂嫂，不敢当。大哥大嫂三生石上原注定，伯奇在此恭祝二位夫唱妇随，琴瑟和鸣啊！那我在这里也祝二弟、二弟媳早生贵子，生个儿子没骗。大少奶奶说的真好，伯奇少爷已经成亲3年了，早就该儿女成群了。今儿个借新娘子的吉言，能够喜上加喜。小姐、姑爷，你们很快就抱孙子了。郭嬷嬷，来，请上座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豆豆啊，你也见过郭嬷嬷。郭嬷嬷是我们家的老人，我和你娘啊，从来没把她当成下人看待过，你明白吗？啊，豆豆明白。给郭嬷嬷请安。给郭嬷嬷请安。伯南少爷。郭嬷嬷说过你多少次了，叫名字吧，别宠坏孩子了。爹娘，我们请过安了，我就带神仙姐姐去玩了。神仙姐姐，我们走。我机会走。姑爷，你少喝一点酒。你担心豆豆？我沈祖光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呐。没想到却为了伯南的婚事，我竟然撒下这弥天大谎啊！老爷，你别自责了。虽然我们有负于唐家，但是以沈家庄的身份地位，是不会委屈豆豆的。你放心，时间久了，他会明白我们的苦心的。是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架条扁担抱着走。只要大少奶奶怀了孕，就是赶她走，她都不走。云珠，你到大少爷的房间去看看，然后到院子里去等我。好。这伯南呢，就像个孩子似的，他又怎么能够懂得人伦的大道理呀？包在我身上。云珠啊，刚才你端茶到伯南少爷的房间，他们俩在干什么呀？我看见大少爷把所有的玩具都拿给大少奶奶瞧。郭嬷嬷，我发现大少爷好像挺喜欢大少奶奶的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。唢呐。爷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么快就把人家忘得一干二净，移情别恋了呢？哎，谁叫大少奶奶这么漂亮，看起来比你小上好几岁呢。喂，爷以前说的就喜欢我这样的姐姐。行了，小声点，快走。好。就是说过。神仙姐姐，你看这个是竹蜻蜓。神仙姐姐，你来这边，我给你看好东西。我给你看啊，这个都是我的玩具。
还有这个，你不喜欢啊？这个你肯定喜欢。白痴，无聊。神仙姐姐，我再给你看我的好朋友甜甜，她可好了。神仙姐姐，你跟她一起玩，你跟她一起玩。好吧，给你好吧。烦死了，吵死了！哎，大少奶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伯南扔了，伯南都不要了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别扔了，把它全扔掉怎么办呢？哎，把椅子全搬出去！我为什么要搬出去？让你搬你就搬。那还有这张。好，麻烦你让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出去吧。可是郭嬷嬷，我还没有伺候大少爷更衣呢。这儿用不着你们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们有大少奶奶来照顾。来，出去吧。我凭什么照顾他？你一定是贵人多忘事吧？啊，你忘记你答应夫人，从此以后要做一个尽职的妻子。哦，那个衣橱啊，是伯南少爷最贴身的衣服，要不要我带你去熟悉熟悉啊？不用了。那好，你们休息。哦，还有，伯南少爷有吃夜宵的习惯。那如果不吃的话，晚上就会闹事，所以啊，你喂他吃啊。我喂他吃，那他自己不会吃啊？哎，我们伯南少爷习惯人家伺候的啊，你不伺候也行，我去跟亲家老爷谈谈。洗脸去。喂，你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关门！你们开门了！你们把被子还给我！开门了！你们！喂，你们开门呢！把被子还给我！开门！大少奶奶，别费心机了，不到天亮，我是不会开门的。喂，你回来啊！锁吧，你们都锁上吧！反正只有1年的时间，1年以后，我绝对会离开这个鬼地方的。臭老太婆真的是老奸巨猾，居然连一张椅子都不给我留。这傻子笨笨的，啥也不懂，跟他同床，应该不会有危险吧？多大的人了，还穿这种玩意儿，丢死人了！神仙姐姐，你也喜欢这虎头鞋吗？这虎头鞋是娘自己做的，如果你也喜欢，伯南让他也给你做一双。干什么呀？我不要。沈伯南，我警告你啊，今天晚上我们2个就以这条被子为鉴，如果你敢越界的话，我就……听到了没啊？好啊，还不快睡！神仙姐姐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讲什么故事啊？睡觉。我找娘去。哎，别去！我给你讲故事就是了。从前的从前，有一个女鬼。伯南最怕女鬼了。这个女鬼的名字呢，叫做虎姑婆。虎姑婆她最喜欢吃小朋友的手指头。
郭嬷嬷，你真是聪明，这样也能想得到。我什么岁数了？那丫头片子想要逃出我的手掌心，门儿都没有。小姐，我看伯南少爷对大少奶奶挺满意的。嘿，我保证，不出1年你就可以抱孙子了。真的能抱？嘿，他们2个整天晚上在床上叽叽喳喳的，8九不离10了。你居然敢越界，沈伯南！我去，你会远一点！月老爷不中用了，我竟然睡过头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大少爷和大少奶奶醒了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在敲门，也都不理我的。沈伯南，你干的，非礼不敢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以后不能让别的女人照顾你了，还得我来照顾你。大大，你胡说什么？赶快梳洗，还要请安去呢。走。郭嬷嬷，伯南要吃饭，伯南好饿。伯南少爷，你乖哦。我们先洗脸，把脸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再吃饭哦。哦。大少奶奶，新婚之日，亲热是可以的，但要有个限度，不然下人听到以后会笑话的啊！你还说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哼！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既然你们用计把我骗进来，那么我就要用计，让你们生不如死，心甘情愿地把我赶出去。哼！不顺父母，不顺父母，有道理哎！不顺父母，无子。切，女人又不是拿来给男人生孩子的工具，凭什么立这条规矩啊？我祝你早日断子绝孙！什么呀这是？淫荡，淫荡，这个好像不太行吧？哎。不过男人纳妾就不算淫荡了吗？真的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哼！多言，切，盗窃，妒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，你在哪儿？神仙姐姐。沈伯南，我在这儿呢。神仙姐姐，你在这里啊？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书啊。看书？伯南也可想看书了。神仙姐姐，对不起啊，伯南不是故意的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沈伯南，你刚才这个表演好好看哦，你可不可以再表演一次给我看啊？这样的。对呀，你表演的真是太好了，再表演一次。神仙姐姐喜欢看，伯南可以一直表演的。哇，沈伯南好棒啊！沈伯南好棒啊！
给你这个，给你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呢，真棒！这幅呢是云姐姐我写的。但是写的不太好看，重新写一下。哎，这是手抄游记吗？是谁把它撕毁了？哎呀！哎，豆豆，你们这是？波南，爹，娘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神仙姐姐教我写字。爹，你看，这写的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名字啊，伯南。哎，爹看看啊。写得很好啊，伯南啊。哎呀，哎呦，看看你的脸，这弄成这样了。爹，神仙姐姐教的是不是特别好？可不是嘛。豆豆她真不愧是唐夫子的亲闺女啊，懂得引导伯南读书写字的乐趣。啊哈！神仙姐姐，爹他夸你呢。不是的，爹，你看我把整个书房都弄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应该怪我呀。好你个豆豆，想用这个办法让沈家休了你，休想！豆豆，你用心教导伯南，爹娘奖赏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罚你呢？老爷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是啊是啊，豆豆啊，爹真的要谢谢你了。小平啊，我们走吧，别在这儿耽误豆豆的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啊，爹，啊，走吧，走。爹，沈伯南，你小花猫，你看我不收拾你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你画我的脸是吧？郭嬷嬷，吩咐厨房一会儿做点酸梅汤给大少爷送过去啊。好。哎，小姐，大少奶奶几乎都把书房毁了，你为什么没有责罚她，反而还帮她说话？嬷嬷，难道你没看出豆豆是故意的吗？啊，他那点心思瞒不了我，他不过是想惹我和老爷生气，把他给休了，好让他的心愿得逞。这死丫头的心眼还挺多的。自从伯南生病之后，很少看到老爷脸上面带笑容。刚刚他看到伯南在练字，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是啊，姑爷为了伯南少爷的病，这10几年来没有安宁过。我还看得出，伯南是真的喜欢豆豆，所以为了老爷，为了伯南，我绝对不会让豆豆走出沈家的大门。哼，他想要那是有书啊，哼，是做梦。大少奶奶、二少奶奶，来，快把药喝了。喝药？我又没有生病，为什么要喝药啊？这是我让简大夫给你们俩特地配的补药。补药？啊？什么补药啊？你们俩进门有些日子了，尤其是二少奶奶，结婚都快3年了，还没有消息，不补身子怎么行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什么消息啊？不要问那么多了，叫你喝你就喝啊！素兰，喝，我不喝。哎，不喝不行啊！大少奶奶乖啊，快喝了它。我说了我不要喝。哎呀，你，哎呀，好苦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把你老婆生孩子的补药给喝了呢？啊！那伯南也可以生孩子了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把大好的药给糟蹋了呢？我花了2两银子呢。沈伯南，你真棒，好苦啊！桂成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账目不清不楚的，
算得乱七八糟，没人看得懂。而且最近我还听说你包养了一名青楼女子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敷衍了事。你要不是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早让你回老家去了。哎呀，老爷，贵城知道错了，贵城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每说你一回，你就发誓再也不敢了。哎，你说这些账怎么办？老爷，我回去以后重新整理，重新整理。哼，伯南，娘。娘，伯南刚刚喝的药好苦啊！嬷嬷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我。他把帮他老婆生孩子的药给喝了。啊？老爷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哎呀，你说伯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行不行，我得重新帮他再做一碗。豆豆啊，啊，你过来。去啊！哦，爹，爹想知道你会不会算账啊？会呀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记账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家也不可能从豆腐店里攒下一笔银子，给我爹开学馆，教那些孩子们念书啊。那好，桂成，把账本给我。没你的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好，老爷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些账一向是你贵叔负责的，但是他现在啊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，做不了这些事了。啊，爹啊就把它交给你，拿回去先整理整理。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将来你全权负责，好吗？我？是啊，有问题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把我当你们沈家的奴才啊？我才不干！爹，那你让诗音姐姐替你算账，你会给她银子吗？当然有了，只要豆豆做得好啊，将来爹一定会给他更多的银子。诗音姐姐，快拿着，快拿着！赚银子，赚银子！ 1352两加上973两6000，再减去527，一共是1798两6000。这要算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还有这么多，不行，为了银子，拼命！2700。沈伯南，你没有看见我在忙吗？你安静点。 2702两5000加上767两7000，一共是3740两2000。沈伯南，你别啰嗦，你这样子我能算清楚吗？一共是3000。 沈伯南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我让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说了什么3470两2000。3470两2000。哦，沈伯南，沈伯南，你怎么知道答案的啊？你等一下啊，听好了啊，1728两4000加上5267两2000，减去1927两1000，再减去2456两4000，再加上501两6000，再减去327两，减去46两是多少2740两7000。你等一下，过来。
从来都不少呀。过来过来，给你，给。你在干什么？给甜甜画画呀。你是存心来捣乱的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好了，我来念，你来答。4356两减去2640两，再加上3000，等于多少？啊，多少？等于1716两3000。啊，1716两3000。5624两减去3250两，加上56两，加上4320两，等于多少？啊！你说什么？你一宿就把这些账都算完了？是啊。豆豆啊，你可不能拿我寻开心啊！爹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把它们全都算完了。不信您自己看。哟，还真是全都对了啊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豆豆，你该不是找外人帮的忙吧？这可是我们万宝斋全部的家底儿啊，你可不能泄露出去啊！爹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些数据绝对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账全都是你一个人算的？当然了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豆豆，我真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本事。待在豆腐店里面实在太委屈你了。来，这儿，账本你再拿回去帮我算一算，里头一些账都不清不楚的，你替我给算清楚啊。爹，怎么了？您好像忘记了。哦，对了，叫我都忙忘了。来，拿着，拿着。哎呦，这爹，你不要了。哎，拿着。不要了，这是拿着吧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爹。拿着，拿着。您别这样。哎呀，拿着，拿着啊。那谢谢爹，那我去忙了。来，去，快去忙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今天这一锭的话，一共是9锭银子。哇，短短几天我就攒了30两银子。哇，那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就要变成大富婆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糖豆豆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你即将成为大富婆了！我是大富婆了！哎，你说沈庄主那么信任我，如果我在中间弄一点小小的手脚，那岂不是？糖豆豆，你爹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沈伯，你的意思是这些账全是你一个人算的？没错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反正我跟人家说实话，也不会有人相信，是吧？沈伯南，你是我的摇钱树，摇钱树。诗妍姐姐，什么是摇钱树啊？哎呀，反正你说了你也不懂。来，你快坐下，我们要干活了啊！诗妍姐姐，我不要干活，我们去抓蟋蟀吧。
哎呀，你别闹了，先干完活，然后我再陪你去抓蟋蟀。哎，听好了啊，4927两3钱，加上547两6钱，加上256两6钱，减去1981两1钱。多少？多少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伯南要抓蟋蟀。今天不能抓蟋蟀。为什么不能？我说不能就是不能。我不管，我要抓蟋蟀！甩！我要抓蟋蟀！你吵死！石妍姐姐，我们去抓蟋蟀吧。沈伯南，你没看见我要算账吗？抓什么蟋蟀？哎，别算了，抓蟋蟀！我们去抓蟋蟀！哎呀，你吵死了，烦死我了！就玩一会儿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只要你把这些书都背下来，我就陪你去抓蟋蟀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啊。背书。总算能清静一会儿了。姐姐，我都背好了。这么快？你骗谁呢？那我抽查你啊。2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嘿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，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我不跟你念诗，换一个。子曰：“君子不重，则不威，主忠信，过则勿惮改。”孟子曰：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。然而不忘者，谓之有也。”喂，我说沈伯南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聪明啊？平时说话的时候不都结结巴巴的吗？怎么背起书来这么流畅呢？豆豆啊，伯南，你们俩在聊什么呢？爹娘，神仙姐姐在教我背书呢。爹娘，我们2个在准备去抓蟋蟀。哎，是不是啊，伯南？对，神仙姐姐带我去抓蟋蟀。这是我发现的秘密，说不定哪天还能利用它替我赚进白花花的银子呢。我怎么能轻易就告诉他们？哦，伯南，我们走。哥哥，这是您的，拿好，再见。哇，神仙姐姐，这里好多人啊！那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他们干嘛？猜灯谜。灯谜？沈伯南，你笑什么？难道你也会猜灯谜啊？特别会。真的假的？
蜜饯黄连打一成语。同甘共苦。同甘共苦。哇，沈波，那你猜对了！哼，老板，猜对是不是有奖品啊？有。下一个。跷跷板。此起彼落。沈波，你好厉害啊！再来！哑巴打手势。不言而喻。哇，沈波难，全都猜中了！老板，拿礼物。石仙姐姐，这边的礼物我全都赢光了，我们再去前面赢。到底是真傻假傻？